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时事评论黄文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终于谜底揭晓了。那今天凌晨4点半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川普到底要公布什么？对，那他公布了，那大家都在等。本来说半导体关税不是要在下个礼拜左右吗？好，那告诉你说，半导体关税100%，大家一听吓了一大跳，但后面加了一个但书，如果你要是在美国设厂的话，或承诺在美国设厂，那就零关税。台北股市今天的回应呢？台北股市今天大涨了500多点，然后包括台积电啊这些，台积电盛获到了史上新高1180左右。那但是这个所有的过程，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例子以后，当然因为在今天同时我们的一般关税20%，因为如果没有达成其他协议的话就是20%，所以从中午开始，那我们就适用20%。当然，那暂时性关税还在继续谈，那我们有没有再付出其他，能不能压一些关税？那当大家讲说我们要不要压到15的时候，突然再看到日本突然发现，我不是谈了15，我们这几天不都在聊说日本谈了15，当我们跟他有竞争性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没有，突然发现日本没有一个封顶条款，所以那个15要再往上加，那再往上加，你知道那会是多少？日本人也傻了，怎么会是这样？那小雨，到底现在关税是什么样？现在知道他说的那个100%。然后结果讲说，如果有在美国投资是0嘛，对不对？对，大家都很关心，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我们占比重这么重的是半导体啦、晶片产业，那讲说但是你如果承诺投资就是0，对，台积电变2000亿，昨天说个3000亿，今天是2000亿，反正川普的最不变就是他天天在变。我们只能叹一口气了哈。那我必须讲就是说，川普其实昨天他记者会的重点，他其实是要介绍苹果，因为他把执行长库克都找来了嘛。那库克就一大笔一挥，就说他要投资1000亿，再加上之前的5000亿，其实是6000亿啦。其实川普最主要是要展现他说，你看我们还可以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他其实要讲到这个，但是后来还有讲到众所瞩目的半导体关税然后那他当然率先说，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关税要克100%，哇塞哈！但是呢，听到这边大家心都凉了。但是他后面又有一个所谓的豁免他开出2个条件。那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你是承诺要在美国生产或者是说你正要在美国生产。那这2个条件的话，你就可以这个关税就豁免的部分了就零关税。对，就零关税的部分。那我必须讲了今天这件事情呢，就立刻反映在我们的这个股价上面了那刚刚武哥有讲嘛，今天我们的股票呢台股这个站上了24000点，是收在24003那大涨了556点。那其中呢，这个台积电它是也站上了历史的天价1180块钱大涨了55块。那我待会剩下讲的这些讯息呢，大家就听听就好了，因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包括张忠谋的身家呢他的4个月就多了500亿，他现在身价已经来到1475亿。那另外董事长魏哲嘉他也进账了55亿。那这个我们就听听就好，因为我们连边都沾不到。那你为什么要讲让大家难过呢？难过吗？我们一起高兴。真的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高兴，一起高兴。因为最起码今天股民高兴嘛。是啊，股民高兴吗？现在一张已经到118万一张了对，怎么样呢？你买得起啊？买不起啊，买不起啊！对股民来说，我们可以买菱角啦，菱角。但我不讲，因为今天的股市开成那个全红。刚才小玉讲的是，因为当听到100%关税的时候，大家真的心头一阵发麻，完了怎么会这样？但是看到那个2豁免，大家就开始在解释。这个豁免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豁免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台积电总是说要去投资嘛，本来说1650亿，川普今天讲说变2000亿，所以当听到这个就表示大家的解读啦，有很多人解读就是说那我们应该就是 OK 的那一块啦，所以整个股市会反映成这样。确实我先讲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今天哇，不管你是政治上的啦，或是经济上的整个大局进攻啦那比如说经济上，当然为什么我们还是反映在股市上面，代表投资人觉得说哇，台积电棒棒棒包括你知道什么联发科啦包括这个什么鸿海啦广达，其实相关的通通都大涨所以我们的4大加权指数
把我们的台股整个往上跌。那当然了哈，就说那个包括分析师他都会认为说，因为现在是利空出尽啊，就代表说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就看似是消除了哈，所以才会反映在股票上面。可是后来嘛，那你说在政治上的包括朱立伦主席就整个被洗版嘛，有人说你朱立伦变翻车轮啊，那就说你为什么当时国民党不是还这个当时公投，如果大家印象深刻，3月份还主张说公投要有一题是国民党提的反对台积电赴美投资，不是有一题这个吗？后来大家觉得太扯了，就挡下踩刹车，国民党自己后来也没提嘛。那还有不是当时有讲说啊，你美积电啊都去投亚利桑那投资变美积电啊什么的，那所以很多人就网民就开始在攻击嘛，就说你看如果当时呢阻止台积电去美国发展，那我们现在就在100%关税的那一趴啦就开始攻击。可是我必须讲了现在群起攻之啊，到了高峰就都骂这节。刚刚主持人有帮大家踩了一点刹车啦五哥开宗明义就讲了，那到底我们这个所谓100%这个部分啊，或者我们免关税这部分是这个细节还不晓得，细节还不晓得。对，那是台积电去美国生产的这个部分当然是零关税嘛。那如果在台湾呢，还有除了台积电，那如果在台湾有生产的这些，那我们要怎么算呢？要怎么算？那这个关税也是连豁免关税的这一趴，还是要被加上100%这一趴？所以细节我们很多不知道。可是我认为啦我下一个结论最后要讲的是说，国发会主委刘敬清我觉得他讲的一句话非常的有道理因为国发会毕竟也是这个那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啦他有讲他说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韧性是很高的他说如果我们竞争力这么强我们都害怕的话，那其他人就更害怕了。所以他呼吁国人还是要对我们的半导体有信心，我们的竞争力本来就比较强，而且现在大家利基点都一样那他认为说，其实应该是有3种模式，不是单就只有台积电在美国设厂是100%或豁免关税，这是一个模式。那第二个的话是属于并购的模式，譬如说像中美金去并购德州制造，这应该算是一个模式。第3个模式呢是联电去合作英特尔，这应该也是一种模式。他认为这3种模式未来都是可能是豁免关税的一个部分。那最后要讲了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日行情？那当然我们明天股市在等着看。可是确实今天8月7号，如果是暂时性关税20%的话那确实是有台湾的一些产业是受到冲击。至少你这个机械啦、工具机啦、手工具跟水五金，这是受冲击的产业另外我们输美的这个以后这个输到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减少8.9%到12.2%，那产值的部分也可能会减少1.6%到2.52%，那 GDP 的部分恐怕会下降0.4%到1.62%。最后是这个工业就业人口的影响，至少可能会影响到4.2万人到5.9万人，所以这个是20%，这个从今天开始可能会受到的冲击。OK， 为什么说在那个川普讲到那个半导体关税的时候，大家开始在解读？那一般来讲会觉得那你看股市反应也是嘛，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放下松了一口气啊，类似这样。但到底该怎么解读？因为解读权讲白一点就在川普，他怎么解释？为什么这个例子是从日本来的？明显。大家会不会开始担心？对啊，所以政治人物大家都讲说，政治人物如果很有影响力的话，叫话最也跟当川普他不止话最也跟当吧？对啊，他讲话的话，地球会翻转的，南极变北极，北极变南极，这个全世界的所有地缘政治完全都因他而改写，所以。你看日本，他现在关税大家谈了15%，好像除了英国之外，日本、韩国15%相对是比较低的。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讨论20%要不要降到15%？因为我们的竞争主要对手日本、韩国，所以大家一直在算差那5%差多少或什么。但是今天出来，突然之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叫做往上加？对啊，所以譬如说往上加，以为15%是所有货物都15%而已，不是是在既有的关税来往上加。譬如说他们的纺织品是7.5%，再加15%变成22.5%所以日本跟美国谈的时候，只有口头协议而已，没有签书面做生意可以做这样的，川普就翻脸就翻脸，没有，你整个怕不行了，还要另外加上去。老讲美国跟日本关系很好吧，美日同盟嘛，台湾跟美国好了，我们说好史上最好坚若磐石，有跟美国跟日本关系那么好吗？人家是战略同盟然后像那个日本都可以被老美不要讲出卖啦，至少就说被他阴了一招之后。那台湾怎么办？但是刚才小玉有讲说，因为你看今天包括朱立伦主席有一直在提醒讲说这个政府要出来说明那个尤其像100%到底怎么样？然后黄国昌主席有讲，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小玉刚刚又讲，朱立伦的脸书被灌爆，对，被灌爆讲说，你看
看股市，我看民进党的朋友像那个谁冠廷发言人就直接出来讲，看股市就知道。台湾、美国发大财，你们怎么这样子？老讲啦，我自己也有买台积电的相关的供应的股票嘛，我也有财产申报看得到。你说我在唱衰台积电吗？台积电跌到100块，大家愿意吗？没有人愿意嘛。只是说台积电是细盾，是富国神山，如何跟留台湾比较重要嘛。你不要先进制程，比如说2奈米、1.6奈米，全部都移去了，老伟都给你拿去了。那留在台湾研发有留在台湾吗？所以包括在野党呼吁说，台湾要保护我们的细盾，包括先进制程。留在台湾，到老美到美方去了是要 N-1，就是说先进制程少掉一个世代嘛。所以经济部长在5、6月也是讲说啊，即使到美国去了也是 N-1，在野党是提出这样呼吁而已。那台积电最好啊，今年涨，明年继续涨，永远都涨，然后到下个月就看到2000块，大家最好嘛。那问题有没有可能？全球的变数，包括川普真的讲的一样吗？川普都可以修理日本的，都讲话不算数了，只有口头协议。所以我们我们行政院跟美国包括谈判4次，还有包括实质包括视讯磋商，有没有签署协议？连日本的日本的例子都可以不算数的话，那现在免税到底免哪里？然后会不会未来又叠加上去？所以这个要讲清楚啊，全民要知道啊。比如说投资的股民那么多啊，如果完全都不对外透明的话，当然大家出来干啊。今天立法院不是有开一场会，因为民党。我看到包括像吴思瑶啦，然后沈博阳都出来讲说，明明开一个秘密会议，要让你们来看这里面相关一些东西，你们看都不看就走人，有吗？因为他变更议程啦，所以对巧芯他们来讲，巧芯是有在里面哦，他是希望透过质询，老讲就是说在文件当然在谈判过程中是保密是机密保密啊，可是在质询的时候，可不可以透过质询说，譬如说。即使未来关税20%可以往下降，譬如说马来西亚签成了，他多付了2000多亿美金，然后从20%降到19%，那接下来比如说台积电会不会成为谈判的筹码？那接下来，比如说台积电会不会成为谈判的筹码？第二个，台积电会不会跟英特尔成立合资公司？那这样对台积电当然有受影响。所以相关的资讯，这一些不涉及机密的部分，可不可以透过质询让国人更知道？我觉得包括巧芯他们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来，苏佩。如果都已经谈好了，当然可以借由质询的方式，让所有台湾人民都知道嘛。那如果关税还在谈，你要质询什么？有很多的东西都在保密的过程当中，就如刚刚明贤自己讲的啊，要讲清楚，要讲明白啊！我告诉你，连日本谈回去之后都讲不清楚、讲不明白了。你觉得你有比日本更厉害吗？我要讲的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当关税这一件事情全部都是川普说了算的时候，我们是战战兢兢，还是回来之后我们就把我们有利的东西全部都讲给大家听，然后回去到美国再去谈判的时候再全部推翻？这对台湾有帮助吗？应该是没有帮助的吧。所以今天这个立法院要开这个会议，把所谓的关税谈判过程变更会议，让所有关心的朝野立委都知道，需不需要？当然需要啊。前2天。黄国昌不是还召开政党协商，就是要求要卓荣泰院长针对于关税谈判的部分到立法院去进行报告，但当时这个民进党包含这个吴思瑶就讲说啊，就还没有谈成，怎么讲？怎么谈？怎么报告？报告什么？那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所以今天沈博阳委员就变更的议程，让某一些可以知道的东西用秘密会议的方式给大家知道嘛。但民众党有人去吗？民众党没有人去啊，对不对？这个黄国昌连去都没有去嘛。那这个另外这个民众党的委员张启凯签完名就不见了。然后这个徐巧芯到现场去之后就说这个秘密会议没有听过有这种东西啦，连质询都不公开，我不要啦，就走了。但是这样子吗？连在议会如果都有秘密会议，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在台北市议会也有秘密会议啊，有一些不公开的资料也会用秘密的会议跟议员报告啊。这个关税这一件事情就是川普说了算，而川普的这个豁免的部分，其实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晶片，如果你有承诺在美国设厂或正在美国设厂，好像许多公司做的一样，那就没有关税。所以对很多的市场投资操作股票的人就会认为说，
这个事情对台积电来讲有利嘛？台积电现在有在投资，也已经承诺投资，也都已经在做了，所以今天的股市才会大涨嘛。但我们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这个对于台积电跟台积电的投资者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好事，国民党却在那边唱衰嘛？我讲的是说，难道这件事情又会让台积电被美积电吗？如果是这样，然后因为这样子的投资，全部台积电就会不见，就会离开台湾。我问一件事情，辉达最重要的合作供应厂商是谁？不就是就台积电吗？如果我们因为去美国投资，整个台积电会变美积电，请问辉达为什么要在台北设他们的总部？这没有逻辑嘛。所以你看，连辉达都还是知道他们台积电最先端的制程会留在台湾，所以他们必须把AI 的总部放在台湾，而且台湾未来也是 AI 产业链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地点的时候，当辉达都有这么有信心，而且还要设总部设在台北市，设在北市科，那为什么我们台北市的国民党或者是说朱立伦会居然对这件事情这么没有信心？我觉得这真的匪夷所思。来，明显，我觉得说，包括苏培对真的对很多产业不是那么了解。如果到美国生产啊，所有都很好，成本就降低了，人力也变得很便宜，才不是这样子，好不好？西西卫今年出在一个论坛就公开讲，你升到设厂的时候，他们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哎。如果是去设厂，包括人力成本，包括所有成本都降低的话，都很棒，全部移去就好了。问题不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包括陆行之啦，包括杨应超，这些都是首席的分析师认为说，相关的产能如果移到美国去的话，它的毛利率是会下降的。现在台积电的第一季的毛利率57%、56%，如果产能再继续移过去了，毛利率就会降到50%以下，所以这很重要，不是在野党在唱衰，而是如何把台积电的核心技术、先进制程留在台湾，而不是说你把台积电送给人家，然后呢鼓掌说很棒很棒。我觉得民党这种心态才是糟糕。我才补充一下台积电没有要送给人家，先进的技术还是留在台湾，这不是我讲的，这是魏哲家讲的，所以我觉得相信魏哲家。所以这个国民党一直在那边唱衰这件事情，非常匪夷所思。然后你说这个所有的世界各国的产业，为什么现在要到美国去设厂？很简单嘛，川普说你被贪坏几就来嘛，你要赚我的钱就来嘛，不然你就不要赚啊，你就不要输出嘛，你东西不要卖到美国去就好啦。所以所有的产业在现在就是在决定的过程当中，所以不是我要不要去的问题，是我要不要赚美国钱嘛？如果我要赚美国钱，当美国这样要求的时候，我要不要买单嘛？那我跟你讲啦，台语有一个俗语讲得最好啦，这个抬头行李有人走啦，了急行李没人走啦。所以对所有的商人，如果我在这个利基点上面，我如果做了，我会赔钱，我会倒。我就不会去了嘛，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关税对台湾所有的产业至为重要，包含刚刚讲的什么水五金那一些东西，其实行政院也针对这一些受损的关税的产业，其实在拟定相关的补救的措施跟办法。但针对于晶片台积电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台积电现在的选择一定是对他们公司利益最大的。其实大家会关心台积电因为护国神山西顿，大家你一定会关心。但是20%的暂时性关税，因为今天中午已经开始实施，后面我们还会跟美国谈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但是我只想问现场所有的人，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20%是封顶20%，还是叠加20%？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当然没有。各位，你知道现在没有人敢回这个，因为日本那个例子，没有人敢回这个，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因为好，我这样讲，你很难相信有一个国际谈判会谈成是这个样子。就算你去一个工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谈过薪水，就算你去应征工作去谈薪水，你应该也会谈清楚你是月薪，你是年薪，年薪多少，有没有加奖金，那一年是13个月还是多少，你会谈吧？各位，你能想象以日本这么精明，以美国这样，然后谈完以后，我们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我们的20%要跟人家的15%，我们要不要想办法再压那5%？那5%我们会付出多大的代价？甚或已经有一种声音出来在讨论，是说我们要硬压那5%吗？如果付出的代价太大，我们要不要干脆把那个代价拿回来，变成用补贴或者已经有开始在这样一些的讨论？但是你能想，因为日本这个例子，我刚刚问这个问题，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对啊，今天如果那个秘密会能够解答一下也好，要问一下我们的谈判代表，日本，然后突然等到这一次公布以后，他说，哎，怎么会呢？
那美国公告新税日，日本才发现跟协议怎么会不一样？日本政府的说法是，我被课的这个关税的这些品项，既有关税加这次川普说的对等关税，税率是15%，加起来隆重涨高。美国政府的文件是现有税率再叠加15%，然后又传出日本并不适用欧盟享有的所谓的封顶，封顶就刚刚讲那个最高15%，也就是刚才小玉除了举了那个例子以外，然后接下来呢，像有人讲说好，譬如7.5%，对不对？纺织品变22.5%，对，原来苛征26.4%的牛肉变41.4%，你能想象日本代表会谈出这样的东西吗？我们大家都觉得日本人很精明很厉害嘛，伟航是不是？对，但是这个例子一出来，我刚问那个，没有人敢告诉我们的20到底是怎么样。对，理论上是日本的谈判技术嘛，哈，跟美国人打交道了40-50年了，怎么可能不厉害？拥有最多的经验、最优秀的官僚啊，包括他们去谈判的赤泽大臣，他也是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的啊，在美国读 MBA 啊，英文也不会烂，概念都有，官僚也做很久。结果呢，他在昨天和前天的相关的，从之前的质询。包括石破也在场，还有昨天出发去美国之前的记者会，问了半个小时。我想，不管是日本的在野党议员，还有所有的日本的媒体记者，都非常讶异一点，有斥责没办法回答3个关键的要素。第一个就是15%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就像欧盟那样封顶15%吗？斥责会说他的说法很婉转，日本人式的婉转，就是我们的文件跟美国人的公布的文件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次去美国就要厘清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文件会跟你的文件不一样？那想当然就是没有谈好嘛。一般谈都会换文，你的这个合约。跟我的这一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会出现你有你的一份，我有我的一份？我这样，对，我同意。那但是前几天不就传出来，日本人他们自己就讲说，他们跟美国没有所谓的白纸黑字，没有白纸黑字。补充一下，日本人讲话很婉转，他不是说我们没有文件，是我们谈的东西呢没有谈到那么细，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出来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而只有我们现场所谈定的，就川普的那个手板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的感觉东西是有。但是如果你是这么简单，你有经历过服贸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不合啊，因为服贸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品项嘛，一样在谈每个的税率应该多少。这一次谈判你能够谈这么快，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只有大象丢出去，然后你就讲好吧，那就是15%。那15%也是从25%杀下来的。对啊，不要讲说15%，25%是什么意思？他们的25%不就是我们现在20%吗？当初他们因为25%很急，赶快压回15%，感觉赢了10%。那我们的20%有什么意思？而且他那个压下来不是付了。多少？5500亿美金吗？5500亿。对，那日本人会不会觉得不是你台湾真笑对，然后我还要5500亿，然后我还变成25，还40亿。这个又是斥责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无法回应的第二点。对啊，就是5500亿，日本政府的说法是说，我们政府会提供5500亿美金的担保，让企业贷款去美国投资，赚到的钱呢，日本他当然他这边又有利息嘛，但是川普的说法是赚到的钱90%要留在美国。政府会提供5500亿美金的担保，让企业贷款去美国投资，赚到的钱呢，日本他当然他这边又有利息嘛，但是川普的说法是赚到的钱90%要留在美国。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商业操作技巧，利息拉高一点，所以在美国赚到的钱呢，他就为了要还这个利息，所以他就会回到日本政府的口中。口袋里面，因为是日本政府做担保，所以日本人当时出来说：“我们相信这个利益还是会留在日本啦。”但是川普出来讲的意思是这样吗？也不对。川普会让你用利息把所有在美国赚到的钱全部又搬回日本吗？那他何必要叫你来投资呢？只是创造工业机会吗？所以这一点也是他要去厘清的啦。那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细项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原本就是他们谈的认为要降的，像汽车关税。到了8月7号这一天，没有看到行政命令，所以你川普说要降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变得不明了，因为你好歹因为都是川普颁行政命令，他不是签了一个国际条约去国会认证，川普颁了一个行政命令，那好歹你发一个行政命令去给海关嘛。可是我的车子就像我们现在巴黎停了一大堆车，准备要清关的，日本也是停一大堆车在美国准备要清关，结果我拿不到行政命令，那我到底要算25%还是算15%？这个就是他要去谈的3大的争点啊。但透过这个日本人的挫折3大争点，我们立刻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知道会比日本人更多吗？绝对不会啊，绝对不会。那我们还是在我们不是日本的15%这个部分了，我们还是在它前面的暂时的25%，我们是20%。那是什么意思？我想全世界所有国家看到斥责这么匆匆忙忙跑去美国，韩国的金正宽也要去。就大家都发现说，好像并没有谈完了，还真的蛮暂时的。因为光日本这个例子出来，会不会所有的国家都回头问？请问一下，对，我是不知道。不，杨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这一次整个谈判它充斥着很多事。第一个，你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例子，我不知道该讲叫乌龙还是叫什么，这是一种。另外，这个谈判的过程，有一些国家跟川普之间的谈判充满了怨怼。就是川普不爽，巴西你怎么可以去搞我的老朋友50%？印度你怎么可以去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多少%？刺激关税，那刺激关税。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国家火大，像欧盟是一开始当那个关税一出来的时候，最早那时候，欧盟是直接说没关系，你要这样搞这样，我也跟你来，那我就跟中国大陆走近一点，就某种程度，因为。大家本来都会有一个规则在，西方盟友，我们的避免掉红色供应链，所有这些。但当川普把关税摆在当做最重要武器的时候，而且有人形容叫无差别待遇的时候，整个搞不好地缘政治都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像印度、巴西某种程度他们也讲说没关系，那我就跟老共那个地方有一些我跟他买，我跟他进，你这样搞我当然这样弄啊。对，没错，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们要称赞一下我们的赖总统，因为他某种程度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就如同他说，我们要当旗手，不是棋子，你看他一喊的这个暂时性关税，说是这个是都暂时，所以全世界现在看起来每个都是暂时的，好像都没有定案。然后当然现在最新的我想印度。因为印度这个跟过去其实这段时间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是从2020年他们的中印边境的这样的争端之后，那当然现在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印度的总理莫迪，他2018年6月以后都没有访问过中国，但是他8月底要去中国大陆，要去参加这个一个上海这个合作组织的一个高峰会，所以呢算不算也被气到？被视为中印关系的转折可是这个时间点。当川普又突然对着印度说：“拍谁哦？你这个居然进口了俄罗斯的原油，你等于是资助战争哦。所以呢，我要再把你原本25%再往上加25%，你变50%。哇塞，印度人真的会傻眼，你知道吗？你知道有一个白宫的前官员，他是小布希时代的能源的顾问，他就对美国的媒体他就讲说他说印度的官员一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印度为什么要去跟俄罗斯买原油吗？因为是拜登政府美国拜托印度买的。而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是因为乌俄战争发生之后，俄罗斯的原油没有被制裁。可是因为这些大国民主大国，他们呢不可能去跟他买嘛，所以呢他就要拜托一些国家去买了之后呢，才能够把油价平抑下来。所以他说现在按照现在的一天俄罗斯原油出口大概335万桶。印度买了多少？170万，一半，超过一半。那中国大陆110万，等于说俄罗斯原油主要出口就卖这两个，就这2个国家。那结果你现在为了这个原因去修理印度，那印度所有人就当初是拜登叫我们买的。我跟你讲，如果是这个理由讲出来，搞不好他会磕印度75%。川普现在不是把所有拜登那个时候的都视为战犯吗？他不是还要去听讲你是因为听拜登的话再加25%，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是拜登？我跟你讲，搞不好。可是你要知道，过去他们印度的这个一直都在能源政策方面一直是跟美国配合啦。它包括过去美国要他去这个抵制伊朗，就说你不要买伊朗的原油了，我们挺你他们就不买了。所以印度的能源一直是仰赖着美国，跟着美国走了。那这一次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跟着你走，我还要被你制裁，这很傻眼。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妹妹嘎嘎，当然，比如说包括这个印度他们接下来还有药品的问题。232里面有一个药品，
那印度其实大家都知道，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学名药生产国。你要知道很多，你这个买不到药，你可能到印度都有。中国大陆有一部这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他就是在讲这个印度学名药的这个厉害啊，就是说哇，很多原厂药你买不到，但是印度都可以用。他们的制药是他们一个很强的一个产业。好，那会不会其实这就是川普他下一步要逼印度再回到谈判桌的一种策略？所以我必须说那个暂时性某种程度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要肯定一下赖总统，其实全世界在川普的眼中没有一个是永久性的。全部你都是暂时性。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棒子打出来。这时候你要拿胡萝卜给我。那棒子胡萝卜不是都在他手上，是我拿棒出来，你胡萝卜要给我。这种新形态的世界秩序的用关税来做威吓的模式恐怕会是一个，我觉得至少川普任内，我们可能都要常态的面对。对，川普还有3年多是吧？好久3年半。对，川普还有3年多。戴立中，大家全世界都要习惯，最起码这3年多都要这样嘛。好，那我们刚刚讲，为什么我们要回头问我们自己？因为刚刚前面其实包括明贤跟舒培两个人也有讨论到，今天不是在立法院有秘密会议？对，因为蓝白阵营一直讲说，你好歹让大家乒乓这样，让大家知道一下，让在野党或是让民众的一些的怨气能够当你的background嘛，能够让你出去谈判有筹码嘛。那政府这个地方讲说，如果要好，今天我不知道今天的秘密会能够看到多少，可是最起码就大家是不是？因为尤其当日本这个出来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国人会想要知道说，不是啊，那我们到底，我们刚刚讲连数字到底是代表封不封顶，大家都还在有问号。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经济官员，像譬如好了，就郭志辉啦、部长这些，某种程度，当然你一定也有很多秘密要守，你也不可能全部都讲。但是跟媒体的应对之间，这时候不要再放火了吧？这时候光灭火都来不及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去面对的。所以这些你也难怪蓝白阵营就捡到了枪，就是在这一部分也在那边大加挞伐。我觉得郭志辉毕竟是董事长出身的，你都没差距无疑嘛。你保定几个20万，没有看在眼里啦。所以，我老实讲，我觉得他也不想做了啦。我讲白了啦，从那时候救灾开始，人家都在救灾，他可以在最外面那个影片，官员都在前面那边说明，他就一个人坐在很后面，他们远远那边看，然后。接下来呢，就问他，因为关税这件事情很重要。好，那回到关税的时候，他先是丢出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他不是跟着召集很多那个我们的中小企业这些产业界吗？他讲那4000亿美元大概也在收呗。这4000亿要怎么凑？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凑了3500亿美元，日本凑了5500亿美元嘛，才能换到15%关税嘛。那我们台湾是定在20%，那总是要去瞧嘛，所以他就问产业界说，不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一出来以后，大家炸锅呢。就像小豪哥讲，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很 confused， 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谈？连包括这些中部的工具业者都已经在开始评估说20%他们会伤害多大，会有多少人失业，大概都在省啊，就是都在精算那边估算的时候，你一个堂堂的经济部长，就是最重要的，你就是负责这个最专业。对，重点是他还没去谈呢。整个谈判没有他的，他会不会觉得还好？不是，幸好，就大家觉得，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副院长带着那个谈判代表去，可是他是主要的经济部长，应该是这一方面他是最重要的。就他从头到尾没去美国，好，那没去美国就算了，你还可以掌握那些讯息，那你就丢出一个4000亿美元，好，结果这也不知道，后来连民进党官员都看那个立委都看不下去，说你不要这边乱讲，好，这样，那这就算了。还有第二个，川普不是前2天半夜就突然丢出一个。台积电要投资3000亿美元的数字嘛？川普先讲，他电话里面讲的嘛。然后记者就问郭志辉，你说什么？他说假讯息。你不要这样哦，今天是2000亿哦。所以郭志辉又是先知吗？他是先知哦，他那个看起来不像先知的样子，他一副就是完全没有在那个。你看到那个反应，记者问他说你是假讯，记者说没有，是川普讲的3000亿。我说就什么，就是。让他那种感觉，就让人家觉得你完全没有在一个 stand by，因为当然因为美国的时差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美国的半夜讯息出来，可是连我们记者朋友都知道，川普丢了一个3000亿美元，要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因为这毕竟是川普讲的嘛，前面的4000亿你自己讲好就算了，那现在是川普讲的，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就是让人家觉得你没有在状况内。好，那今天川普好大恩大德，他说台积电投资2000亿美元，所以今天台积电大涨了4%多，是因为大家发现台积电不用那么多，而且现在重点是那2000亿算不算是他原本的1650亿里面，还是那个
2000亿是1650亿，还要再加2000亿，这个其实大家嘛不知道。现在重点是那2000亿算不算是它原本的1650亿里面，还是那个2000亿是1650亿，还要再加2000亿？这个其实大家嘛不知道，因为川普都还只说2000亿嘛。啊，对啊，我就说这个2000亿到底是有没有内涵？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含那个1650亿，对，多350了，看起来好像是。那当然台积电就很开心了，对，绝对大涨。可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情，不要说什么在野党看不下去，连执政党我相信大家正常人都看不下去。黄国昌今天讲了一句话，他讲的话通常我们不引用，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好讨论。但是今天黄国昌讲了一句话，他说郭智辉是荒腔走板、漫不经心。他说。内阁其实要改组了，不然会让这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害惨。这句话我肯定。因为就是我觉得你能力好不好是一回事，你可能真的能力很强，但是你展现出来的态度很重要。你刚才小虎哥讲，好，他也涉及到一些机密，不能对国人讲，因为这是保密协定。但是我觉得现在民众要的，民众也知道这是谈判是一个机密，所以民众要其实这个态度。你对这件事情你有完全掌握，那我可以适度的让民众安心，因为现在大家很紧张嘛。中小企业大概给他被试，但是你那种讯息，就是他那种突然丢出4000亿，跟问他3000亿，他也搞不太清楚，那种态度就让人家觉得，就像黄国昌讲，就好像漫不经心。那当你是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谈判官员，好，你没有谈判，你是一个主责的经济部长的时候，你对这种态度，我跟你讲，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政府尴尬的地方在于啊，什么时候要改组？因为他不可能只让郭智辉下来。我老实讲，郭智辉待不久了啦。对他讲，这一个月20万，他不稀罕，董事长他位置更大，他不稀罕。可是，今天重点不是你的位置的问题，今天是整个台湾经济的未来，目前就掌握在你的手中。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然后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情，我最近在听一些外资圈的朋友讲一件事情。你知道台积电我们国政府的官股持股才多少吗？国发会持股6.8%。你知道台积电最大的股东是谁吗？外资占了73%。这里面有个风险，什么风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面前要面对。那个产业界跟我讲的，他说如果有一天台积电这些外资73，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发动股东会，改组，他们绝对可以取得过半的董事，他们还可以得到董事长，我讲的没错吧？那这个代表什么？他要台积电整个搬到美国去，可不可以？那个时候就不是投资的问题，他是可以整组就搬过去呢，因为外资掌握他多数啊。今天外资是没有这个兴趣，但是他们持股在他们手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小虎哥你懂吗？他如果真的要玩这一根的话，他要拿下董事，然后再拿下董事长的话，董事长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为什么家是没有董事长可以当的呢？这件事情这个是他可以归州给你捧去美国呢。我觉得这是重点，所以第一个，我们官股的持股6.8%真的太少，这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增加这个持股。然后第二个，这个整个公司的未来，不是说好像就是因为现在好，你可以说它是个民营企业，然后但是它现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民营企业，它是护国神山。那现在外资持有的73%，它的未来其实掌握在，如果外资真的想要对它动手动脚的话，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整个关键。那我们国人要看的是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政府有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让我们安心，而不是说好像就像黄国昌讲漫不经心，我们再来冲到。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接下来一定势必要有一些讯息要释放出来，因为今天开始已经是20%的关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真的还要谈吗？我们往下还要再谈，要付出什么样的这些，这势必会要慢慢释出相关的一些的讯息，怎么样能够让国内的产业，让所有的民众安心？那可是刚刚讲到台积电，因为毕竟，全球大概它现在已经算是战略武器了吧？那台积电的晶片有多重要？所以伟航这几天流出来的所谓的内鬼是，不是这些内鬼也太不遮掩了吧？你不要讲在星巴克，你不要讲说这些，然后买豪宅，你工程师，你告诉我你娶了一个家里面富可敌国的老婆，你买了我们也认了，但你的工作薪水多少？朋友、同事不是不知道嘛？这么一点都不低调的炫富，这个事情哈，我必须要强调，就是现在大家厘清资讯，应该是先去看地检署他们压的那个人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啊，中间是圈嘛啊，然后大家去推敲，哇，最近有谁被开除啦？然后才会有相关消息释出。那我们是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啊，原来是有附本名啊，那为了各自就把它遮掉了。那其中有提到哈，就是他们都有一些
这个还蛮不错的身份背景，比如说家庭啊都有小孩啊，甚至有非常多的房地产。但比较起人疑窦的是，连同事都看得出来，最近他手头突然宽松不少。好，那我们从这一点去回推哦，就是宽松不少，那是钱很早都进来了。现在是起头还是到一半？之前有没有？这是大家比较想去问的问题吧。总不可能说哇，前金就几千万这样过来，那也太多。好，那当然后续是不是真的有这些钱，那就有待司法调查。但是呢，我们从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我们稍微厘清一下。目前的状态是，第一，比较竹科人比较难以理解的第一点是，就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嘛，星巴克交易奇案，对就是你好歹去个比较秘密的地方嘛，对嘛，你去个旅馆什么也看起来比较像间谍在旅馆房间拍摄会怎么样吗？但他们是选择在星巴克，然后由星巴克联网，甚至我们传出来的消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自法界，就是他们原来是去抓，有人远端连回我们的伺服器去看图。那这个远端居然是在星巴克，所以才赶快去跟高检署，然后高检署去调星巴克所有监视器，才赫然发现是在星巴克里面拍的，然后又再去追查每个人手机，最后面整串抓出来。但重点在于说，这一套操作模式，在竹科人看来就是，可能的确是碰不到肉的部分，可能看到还是比较外面浮面的部分，所以。今天揪这个案子出来，是不是杀鸡儆猴？因为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传出其他的消息，有媒体是不是消息？至少有7、8个类似的案子在走，可能是不同的嫌犯，不同的犯罪形式，但是呢，他们有先设的一个框架，可能是日韩竞争者。那日韩当然是他们是在2奈米是难得世界上少有可以跟台湾竞争的，他们也意图跟台湾竞争，但是仍然离台积电有非常关键一步，所以他们也在想尽办法要去获得一些资料，包括获得一些人力等等这也是我们一直在防范的。但我们要想象，今天一个案子就有9个甚至更多的人会被牵扯在其中。那其他案子加起来会不会有上百人？当然，魏哲家有出来安定民心，说什么几十几百个也没办法，我们这个2奈米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复杂，几十几百人伤不了台积电的那个老本但重点就是，显然这个行为必须持续很久，非常的广，搞不好知道的人很多口耳相传，我才能左拉一个右拉一个嘛。不然你就说，我们一起来出卖我们自己的企业，这个事情谁敢？因为毕竟他们都是高薪的人。现在大家也在想说，你薪水。台积电给你那么高的薪水，让你能够在竹科过这么好的生活，又能够结婚生小孩什么的，很多地方人都还嫌自己钱少，不敢生小孩。你们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为什么你还会想要背叛自己的企业？甚至用自己拥有的这一切去赚更多的钱？那当然，现在有一些教授出来讲没有在嫌多的。对啊，就是是不是在工程伦理工业伦理的这一块过去大家只强调赚钱。并没有强调说，其实做这些事情，它会触犯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律的知识不足那再来就是责任心就是我公司今天照顾我，让我有这个机会赚这么多钱，我应该去回馈公司，或者是对公司至少保持某种程度的彼此互相信赖的关系嘛但是呢，这一套在过去因为我们的工业人就是竹科的精英的养成过程是非常快速的，他们读硕士博士都是很快的连读，然后很快就要赶快投入产业，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欠缺。但我要强调，这一切只是目前的推测，后续的发展以及实际案情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待后续的侦办。你知道有一些的高科技公司呢，他们在找人的时候，他找2种，一种就研发部门，要不就是那种非常 top 的，你要用挖角的方式来。要不一种就是你要在其他的公司没有任何相关的经验，他怕什么？他怕就是这个人来以后，你在原来那个公司有的相关经验，你的脑子里面留着那些，在你在研发里头，你就会把那个摆进去，摆进去出来以后就跟别人的专利或什么，我跟你讲，专利案子只要一打下去，那个金额都是天价的打法，那个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在法律上打专利有很多是诉讼策略上的一些的打法。就是我光专利拖都拖死你，有很多是这样，所以一般找人家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像这样一些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等于是已经让大家觉得，第一个明目张胆到还是太笨了，然后怎么会去做出那种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因为好，第一个台积电显然也是雷厉风行，就是包括用严厉的一些的处分，这件事情牵扯到包括连日本厂商媒体上讲，他们也是开除了一堆人，因为
他们也会担心这件事，也会联累到他们啊。所有这一些会发现，在这种场，大家才发现，第一个，因为是护国神山，因为这些高科技，你只要动辄被泄露出去一点，那就是不得了的。小虎哥，现在在处理的部分当然叫国安法呀，哦，它这个还是属于叫做这个我们国家法令的层级。至于公司跟公司之间有什么样的纠纷，那个是后续的哦。对。但是前面我要先补充一下，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星巴克大家觉得很讶异？没有，你要知道韩国总统他们那个在讨论那个戒严啊，他的那个军头是在农特利素食店啊。在讨论这个吗？对，他们在讨论戒严。前几天他们是在农特利里面开会讨论。OK， 所以越频繁的地方，越可能发生离奇的事件。好，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案子当然台积电内部他们的是据说是祭出了史无前例的这个叫连坐5级啦。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案子当然台积电内部他们的是据说是祭出了史无前例的这个叫连坐5级啦。也就是说，如果你从这个基层的工程师往上扛5级，据说是到副总也就是基本上已经你知道整个那个叫动摇那个叫台积电的厂本，就等于说它整个厂区都地震那种感觉。那最主要就是因为2奈米的这个关键技术太需要保护了，完全不可以外泄的。那这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分析师，他们就拿了过去的几个案例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国安法现在在侦办，现在我们高检署在侦办，它还没有还必须要查清楚到底，比如说这些关键技术是流向何方，就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加害人，而那些加害人拿到这些关键技术有没有应用在他们的产品里面？比如说假设啦，有一家厂商，这个假设不管日本还韩国，不管哪一个国家，突然有一天说，我们的2奈米已经顺利的这个量产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台积电说我一看这个制程跟我们的很接近，这后续的官司就会开始演进。所以有一些这个分析师他们就讲如果最后是演变到这样的话，那恐怕如果以目前案情流出是跟日本，包括这个所谓的东京威力科创，包括他们的日本晶片国家队的那个 Rapidus 这个厂家如果有关的话，那台积电未来一定会提告。当然提告的话，他就举了过去几个案例，比如说最有名的台积电跟中国芯片这个中芯的这个案子，还2次对，一次2003的和解条件是这个授权金，就是说你用了我的机密那我就给你专利授权，6年内付我1.75亿美元，这是第一次的和解。2009年又抓到再一次2亿美元的这个授权金，一样5年内分期付款。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认股的这个，包括无偿转让8%，就是这个中芯的股份8%直接转让给台积电。另外还有2%的认股优先的这个权利。那所以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个所谓的加害者，或者说去窃取机密者，是属于这种所谓公司法人的话，未来这个官司可能会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天价级的一个官司。OK，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当然你说看，包括检察署，然后包括法院最后在认定判决到底会怎么样？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有没有闻到空气中，除了大家在关心关税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以外，你有没有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种味道？因为去年一直到今年，然后包括726的大罢免投票到823，当然还有7席左右的这些。那当时的一些原因，最早的时候，包括一中他们青鸟很多讲说是因为立法院扩权啊，或什么类似这些开始，然后再加上到了后来，有什么总预算案，有没有这些？因为最近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立法院跟我们的宪法法庭有一些大法官分别做了一些的动作，引起了大家各方的一些的瞩目。这里头包括立法院最近法制局出的一份报告，包括大法官，然后在一份宪法法庭的判决里头写的协同意见书里头，那里面慢慢渗透出来。来，苏培先问一下，立法院法制局出的这个报告，意思是说宪法法庭的判决尊重就好，
但不一定要遵从。这对你们的解读来说，觉得所谓国会扩权要再来一次吗？如果法制局的解释是对的，那我们所有人读的法律或者是法学概论不就都要重念了吗？我们那时候念的不是说，当这个法律有互相冲突的时候，最高的决定机关应该就是宪法法庭吗？包含如果立法院制定的宪法违宪是谁宣告的？不是就是宪法法庭吗？但现在法制局如果说宪法判决参考就好，不用遵守，那谁说了算？就立法院说了算。那为什么还要宪法法庭？不用啊，我们现在不要大法官了，因为立法院说了算。立法院说 OK 就 OK， 合宪就合宪，我要扩权就扩权，那就不用宪法法庭啊。宪法法庭不是就是虚设的吗？所以今天立法院法制局8月公布了这一份报告，才会让很多年轻朋友，或者是说大家要讲的是青鸟，或者是说我觉得像小武哥这样的律师，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疑惑。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这个决定是对的话，那最终决定有没有违宪的，全部都是在立法院呢。那立法院不是就是最大的吗？我们在这个整个社会最后的那一条防线，到底谁说了算的那一条防线是在立法院。但立法院的立法委员4年换一次，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不用有法学的概念。这个我们能够放心吗？所以大家才会说，这难道是扩权2.0吗？因为谁叫立法院的法制局去做这个报告的？当然就是现在的立法院院长啊。立法院院长叫法制局去做啊，法制局做出来是宪法判决参考就好，不用遵守啊，这样子不是就社会大乱吗？所以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事关重大。那如果立法院真的要参考法制局这一个概念的话，认为未来立法院通过任何的法律，宪法法庭宪法的判决是对立法院的这些法律通过是没有约束力的。我觉得这些青鸟会再来，可是要怎么来？不是，可是你知道吗？我要讲说怎么来。这个当然就是因为罢免都已经726，那现在不可能再有一次的罢免啊。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一直觉得说，好，那我就只能站上街头一直抗议吗？但这个事情对台湾的成本不会太高吗？这件事情是好的吗？国民党，你们真的清醒一点好不好？没有被罢掉，不是代表台湾人民同意你们做这一件事情，是台湾人民对于罢免这个机制觉得说，你这戏你啦，你这戏你啊，慢些你要紧给你罢免掉。可是你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是对的吗？你们真的觉得立法院应该是最后的决定的那一天那个线吗？那个决定者吗？是适当的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国民党真的要给一个交代。来，明贤。我刚刚听苏培在讲其实他有点误解了，听起来气摇摇，好像执政党的一方又开始在监督在野党了。我担任记者的时候跑国会，有跑了很多届，还有今天活化石不在这里，活化石的那个上工他比我还资深，可是我从国会第3届开始跑到好几届，一般法制局的报告就研究报告而已啊。他很多记者不太会翻呐，像我会去翻呐，上工因为我去翻，那只是提供一个咨询的一个意见。现在是法制局提出来就变成法令吗？还是有修法吗？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的。而且我报告，苏培刚讲说，应该是韩国瑜院长叫法制局做这一份，那个是过度延伸啊。如果不是嘛？那做完这个报告之后呢？参考用很多放在那里，放在那边，不要理他吗？连法制局很多报告都不会看吗？你有上去翻吗？我稍微看一下媒体是他那个就大概是这样。你旁边的那一个也是跑立法院的，他是认为说主要的意见说市县机关不要介入政治问题啦，说大法官，当然他上位所有法令有没有违宪是大法官市县在做解释，可是市县机关不要介入朝野的纷争，不要来解决政治问题。大法官可以解决法律问题，他不能解决政治问题。这一篇的主要核心是在解释这个，不是说挑战说大法官你大法官当然对于释宪争议当然有最终的解释权了。他最主要的核心是在这个。然后我觉得包括民进党，所以没有什么你们接下来又想要在包括因为罢免过了以后，然后反正也没得再罢了，所以整体立法院如果照苏培的说法，是觉得现在立法院变得最大，无敌星星吃了。我讲啦，这个有时候跨了
的欧亚的亏欠。前几天有个参叙，譬如说是那个立法院的总务处长去，然后一去之后就说是韩国瑜的意思，韩国瑜背后在推动了，然后一个法制局的报告说韩国瑜指示，然后又把它无限上纲，我准备要修法国会扩权2.0，这不太过头啊？所以刚我哥说闻到味道怎么样？又山雨欲来，我都没批掉呢，给他洗里头就严了。我刚来的时候就闻到还好啊，还至少目前没有那种山雨欲来，所以我觉得只有民进党在砸稻草人，又准备要把在野党拿起来修理了。我觉得这只在累积说接下来823怎么做攻防而已。来，我回应一下明贤，从明贤的讲法，他一定认为说，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再来扩权这一件事情，一定是不理想的嘛。可是我要讲是说，法制局在8月做了这一份报告，再加上这一任的立法委员上任之后，有这么多优先推动了这个扩权法案，引起这么大的纷争，然后被宪法法庭宣布违宪之后，你立法院的法制局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你就是要扩权2.0啊，你要拿了这一份的法制局报告再重演一次，再扩权一次啊。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单就我讲，你觉得去年推动的立法院扩权的那个相关的法案是朝野的纷争吗？不是吧？不是朝野的纷争吧？这么多的法律界都出来，然后包含宪法法庭也认为立法院不该扩权的状况底下，你觉得这是宪法法庭介入朝野的纷争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认同啊。譬如说立法院之前把总预算退回，然后行政院也要提释宪，我每次都说比如说行政院跟立法院的之间的纷争，那是院际哦。立法院的扩权，就目前的宪法，总统可以介入协调，你认不认同？然后变成大法官要介入，然后讲你要听清楚嘛。那什么叫扩权？国会调查权是有的，没有违宪。那国会调查权怎么去处理？你尊重国会调查权吗？所以当有一天苏培当立委的时候，如何支持国会调查权？变成法官变成检察官嘛，这件事情我们去年都讨论过，而且也送到宪法法庭去宣布了，就是违宪的。然后你现在法制局通过的这一个报告叫做宪法判决参考就好，人家当然会觉得说你就是在讲这个扩权法案违宪这一件事情是不对的啊，应该是我立法院决定啊。我持平来讲，我刚刚讲你说山雨欲来国会扩权，我觉得倒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可是他们必须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去妖魔化宪法法庭。他们要去用这个，你说立法院的报告，对他就是要去强调说，你看他们写得很清楚啊，宪法判决对于立法机关的什么客权义务啊，就是立法机关只有尊重义务，尚无遵从之必要。以上外国及我国学者之看法，孰值参考？就搬了外国跟本国的一些学者，然后就是开始去，他现在就要形塑一个氛围，就是说你台湾光不要多啦，宪法法庭没那么大。那当然，宪法法庭现在基本上是被冻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大法官8席，少7个嘛，但他现在不让他7个过，因为至少还要再补2个到10，他们才有审议的机会，至少要到10，那起码可以挡在那边，所以他必须要先去就用一个正当性，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没那么重要。那反正大法官就是维持在8，少了那个另外7个都无所谓，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直接让他们现在其实事实上已经让宪法法庭停摆了啦，那无所谓也不要就是反正基本上这个也没那么重要啊，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要铺陈，就是用一个慢慢的先从报告开始，然后如果国人一般觉得说，好像我们是安内哦，那没有大法官我们也过得很好，好像事情也就这样，他就可以拖，他要拖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讲，甚至他要拖到下一次总统提名。因为宪法规定只有总统可以提名大法官，那只要赖清德就任的一天就是他提名嘛，那我就拖嘛，我大哥我拖到2028年都可以。下一次总统提名，因为宪法规定只有总统可以提名大法官，那只要赖清德就任的一天就是他提名嘛，那我就拖嘛，我大哥我拖到2028年都可以，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他不能拖到2028哦，他们要这样玩也是可以，所以他们现在事实上就是要把这个宪法法庭给他废了，就是实质作废，但是他必须要减损他的正当性，所谓的减损当就是用各种方式，你看到人家外国学者这样讲，本国的宪法学者也这样讲，去凸显就是说好像他也没那么重要，那如果他没那么重要，那一直冻结在那边。好像久而久之，大家嘛就习惯说，好像没有大法官，我们日子也可以过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大法官真的挺。我刚刚为什么会讲呢？我是对我们的观众有信心，因为这一段讲到这些绝对是比较深的东西。为什么会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
立法院法制局出了一个报告，讲说宪法法庭你的东西我尊重就好了，我不一定要我没有必要照着你那样干。各位知道最近在宪法法庭有一个案子是日升生的案子，日升生呢他们的跟民众的一些的案子，最后法院宪法法庭最后做出了一个判决。那个判决我们一般的宪法法庭的判决这样，有一个就是判决出来的结果，然后另外还有2种意见书，一种叫不同意见书，就是我不赞成你这个结果；另外一种叫协同意见书，意思就是结论我同意，但是过程的那些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在这个判决里头有3个大法官，我们现在只有8位，有3个大法官。陈忠武大法官，然后包括代理过司法院长的谢明洋大法官，还有游伯祥大法官，3位大法官提了协同意见书，里面的意思我讲白话文，不要讲那个绕口的。白话文意思是，如果要是立法机关弄出来的一个法律，造成宪法法庭没办法运作，有实质违宪的可能的时候，我宪法法庭为什么要照着你立法院那样做？因为我们的宪诉法本来照现在8个大法官是可以开。也可以做评议，说到底有没有违宪。现在8个本来是可以，但是经过宪诉法修正以后，一定要10个大法官才可以。所以当你不补满以后，你根本没得开，而且要9个大法官说违宪才能做违宪的评议，也就是现在人数根本不可以。这3个大法官的意思讲白了就是，我为什么要照着你立法院那个可能违宪的一个法律，限制了我宪法法庭不能开？如果有一天，我只是假设，我下面。我讲的这些没有讲说，包括立法院或宪法哪一边对错与否，我只告诉你一个状况：现在是3个大法官写协同意见，他的意思是我干嘛要照你立法院违法的那些违宪的那些法条？如果有一天现有的8个大法官都觉得是这个样，也就是说他还是开庭，他还是往下开，他还是往下走，他还甚至对一些案子做了直接的一些的判决，你告诉我。包括民进党，包括讲一些青鸟或什么，会不会觉得大法官都已经做了这个，你们怎么能不听？那对立法院现在在野的蓝白阵营来讲，立法院都告诉你，你们要10个人才能开会，9个人才能做违宪评决，你们凭什么开会？你告诉我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你不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是这样吗？现在已经有3个大法官写协同意见了，接下来会不会有8个？现有就8个。我刚讲的，各位都听得懂吧？你告诉我未来，我们还有关税，还有一个不知道20、15跟画帕拉根一样的川普，但是这个问题往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对立？所以大哥，我讲的应该听得懂吧？对不对？OK， 是吗？好，对啊，你们要看得出来，这2边各自如果都出的这个的时候。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好吧，我希望我多虑，好吧？那我没有讲说哪边对或错，那我只是希望我多虑，未来会不会发生这些？可是好，来，杨明，是我们如果把它回到刚才讲到这些，因为既然讲到包括跟立法院跟所有这些有关系，1万块到底发不发？其实1万块早晚要发，因为。这个排不排付？它这个特别条例，它已经公告实施了，已经上路了。对，那下一步就是要编列特别预算。那只是呢，目前行政院应该是要在行政院会去讨论嘛，这礼拜没有讨论，那就要到下礼拜，最快也要下礼拜。那我想，今天行政院态度也很清楚了，他是说一定会依法来编列。OK。对，因为包括连赖总统昨天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他担任党主席，他也讲了这个条例已经公告实施，那希望行政部门能够来处理啊。那只是说我说那个叫技术问题，比如说法律里面，他那个普发1万已经是具体的条文，好，那。你在实际的执行面要怎么去执行的问题，像最近我看到有些媒体已经在讲说可以怎么领，可以怎么没有，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那个有点太快了，那个是把普发6000的那个经验全部拿来先预告而已啦。可是其实这个实际上要怎么发，因为你要知道发放是有成本的，里面有行政成本，如果要排付也有排付的行政成本，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行政部门在到时候编列预算的时候也要把它都要把它思考进去啦。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急，但是因为法已经过了，就好比说刚刚讨论到那个法制局那个议题，如果今天法过了，行政部门不执行，那又是一个宪政危机嘛，那又是另外一套的宪政危机。所以我说这一块，我觉得大家目前台湾的社会的氛围，我认为不至于会到不编列，只是因为它那个
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那个条例里面也规定了，它是在10月底前发放，10月底前，所以还有时间啊。就算823以后再把预算送到立法院都来得及啦。我讲立法院到时候一定这个快如律令为什么？因为反正我们这个立法院这个会期没有暑假对，要到8月31，我跟你讲，就算823下一个礼拜才放进去，9月马上开议，立刻又开议，对，马上审进去了，所以很快，这个速度绝对非常快的。只是说，行政部门现在到底是在观望什么？他思考的逻辑说，到底是因为，比如说，如果今天像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补发现金反而不是这个特别条例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930亿关税因应的是不是会不够 ？OK， 因为现在是20%，对，而这个暂时性到底要暂时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反而行政部门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不如就是先编一套，并且同时去修这个条例，比如说让它可以再多编一次，或者是说可以再增加这个所谓的弹性的范围。我觉得这个也许对行政部门更有意义。小玉，你感觉得出来，从726结束以后，国内是进入休养生息，因为大家反正已经经历了这么大一段，虽然还有一个823，但是各阵营之间大家是进入休养生息，还是在酝酿着下一次的对抗性。不管从刚才讲的那些过程，或是好了，就讲，虽然我们还有关税问题，很多这些要处理，因为对蓝白阵营来讲的话，2026、2028，尤其2028，那如果要能拿下总统，因为2024他们就觉得没有和，结果造成这样一些结果，然后不是一直讲什么6成对4成啊，所有这些，但对绿营来讲的话，绿营就觉得那个过程就是因为蓝白阵营不让他们好好施政，才造成这样。我们国内。你闻得出来现在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吗？我必须讲啊，从726之后就是说民进党这边确实是士气比较低迷啦。那你说现在能够做什么？大概也是在看这个关税的一个观望，但是关税又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变成就是说你只能 pending 在那边。可是我说对于普发1万这件事情虽然行政院今天看起来是没有讲死，他没有讲死，甚至他到最后一刻他是踩了刹车的。他说他没有放到今天的行政院会，他就本来是说今天要变更议程嘛，把这个普发现金的也摆到这个行政院会来讨论，但是后来他踩了刹车嘛。其实就我了解，就是说昨天确实行政院有一个说要排付条款，但是他并没有跟立委来讨论，所以等于说民进党这边是有点傻眼的，就是说，你怎么要发，然后又要排付，那你都没有跟立法院这边来讨论，那坦白讲了哈，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自己个人我还是反对。可是当然有人会酸啊，那你不要领啊，这个当然就是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酸，这个大家如果不领的话，也是可以捐国库啦，这个大家见仁见智啊。可是我必须讲说，你行政院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论述，包括之前坐在这边去觉得说不要发的这些民进党，不管是议员也好，或者是立委也好，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说题。就当时大家在那边帮你辩驳，就说这个是违宪的，好，那他今年叫你发1万了，那明年是不是叫你发2万？那然后呢？你之前大家讲说，后来不是还想了一个说法是说，那要不然你县市长赶快发，卢秀燕发5万，然后谁发1万怎么样？那蒋万安发1万什么什么的，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就后来你到这个地步，你似乎毫无抵抗的，就说好，那我们发1万。那你不觉得这个把大家整笑吗？那你当时讲的这个是违宪的部分，然后呢？礼拜天还是讲行政院还是讲违宪啊？对。那你违宪，然后呢？你自己去做一个违宪的事情，是这样吗？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啊！你不能因为就说你726看起来就罢免，可是我必须要讲了这个是不管是说绿营找理由，因为上次那个正传媒的那个民调里面，你有发现是说。认为普发1万是这一次败选主要原因，基本上都是在支持民进党的这边的比较多。但是你对于蓝跟白来讲，他们认为说罢免是没有正当性的是比较多。所以对于蓝白来讲，他并没有觉得你要不要普发1万是我们要不要投这个罢免的原因嘛。那我说实在的，你现在好行政院，你现在被逼得要发了，那说实在，你说这些蓝白他也不会感谢你啊，他也还是会去感谢国民党，国民党还是可以说嘴啊，就说你看都是我帮你们争取的，对。那所以 credit 你也不会到绿营身上啊。那好，那好，我最后我真的很不希望人家来攻击说，好，那你讲这样你不要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沦为这种就是已经沦为这种意气之争了啦。我只是说就事论事，如果行政院你觉得是违宪的，你就应该踩住底线。但是你突然觉得现在要发了，你也应该跟大家说明你为什么觉得违宪，可是你还是照做。那小玉，请问一下，为什么一个风灾救灾的过程当中？会扯出来那个，包括王一川然后因为讲的那个，因为大家讲好了，不可讳言，卢秀燕市长一定是2028，目前看起来
蓝营可能是应该大部分人会觉得蓝营大概最主要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个候选人。OK， 那一个救灾的过程，大家当然各自都会有一些的攻防。那为什么攻防出来到最后会出现了一个对王一川对卢秀燕市长的一些的批评，会不会涉及到什么性平？因为我看连民进党的性平部对，今天好像也有跳出来讲，对，但是卓冠廷发言人又出来就是觉得说这个性平的这样不 OK 啦。好，那我必须讲啦，因为那一天呢，我们两个都当事人，因为那一集节目我们两个都在。OK， 那我是现场唯一的女性，那我知道我又要被出征了，我要被出征这件事情。你要是问我的话，我也是非常注意女权的人。如果那一场，如果王一川有任何对卢秀燕有任何不尊敬，或是李正皓有任何善笑的行为，我以我的个性，我一定会站出来。我说你这不对哦，你不能这样子。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好，他们我觉得因为他的那个节目是比较多网友在看，很多年轻人网友，所以他们会去搜寻到网友关注的议题。那天其实就是包括从何博文的脸黑黑的比较到卢秀燕整个完妆的比较，其实是网友在意的是卢秀燕你去看灾啊，那你是不是像作秀摆拍？为什么你去看灾，别人都是整个浸在泥里面，或是脚在水里面，可是卢秀燕你好像是完妆这个，所以那网友当然就不会太在意那个政治这一块嘛，所以网友的舆论就会导向说，那卢秀燕你的妆啊是哪个防水的牌子啊？你的蜜粉是哪个牌子？然后就会导向说啊，那个防水的那个化妆品就2400块嘛。好，那我会认为啦就是说，那他们两个那个我跟你讲，我们两个今天在现场，他们两个大男人事实上就不懂化妆品嘛，对，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哈，2400这么贵这么一小瓶那王一川还在那边比说，那这个是要怎么搞嘞？是要这样倒吗？是这样。对，可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讲到卢秀燕，他们只有讲说卢秀燕是用那个牌子。我不认为，你先让我讲完，我在现场感受很不舒服。那你为什么不制止？那你要是不舒服，你就应该要制止啊。那有时候你们知道，那是你们的主场嘛，那三立的主场不是主不主场？那你更要那我现在在讲，你就要捍卫，你就要来辩驳我。你在帮王一川擦脂抹粉。不是，我是好，那我只是说很明显，等一下可以。我只是说这就是感受的。我是女生如果我同样也是有年纪的如果他们今天用年龄、容貌、身材在善笑，这个我们一定是制止的，我一定会站出来说你。可是我那天是看说他们纯粹两个人不懂化妆品的价格跟那个品牌，他们在讲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说哇天，你们两个直男怎么在讲？可是你说如果有任何到什么善笑到什么卢秀燕容貌，我真心不觉得啦。OK， 来明显，如果呢？广川如果那一天没失言的话，性平为什么要跳出来？都民党认为说已经被延上了嘛，所以那一天老实讲，我有时候在那边场，我也不想多讲，因为你们都完全一面倒过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那一天有没有听到，可是我听到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了。老实讲，那不舒服你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完全是你们的场，我让有时候在他在上面讲戏剧嘛，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去真的对王一川擦脂抹粉，这个真的严重扣分，在网络上真的被延上，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讲到那。有的时候是剪辑的部分，所以那一天我完全不领通告费，我那一天把所有通告费捐出去，我都把通告费捐出去，就是这样。我觉得就真的完全为了修理卢市长和卢市长，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我觉得过头了。至于说你说朝野对立有没有更对立？我觉得会啊。你觉得更对立？我觉得更对立啊，就是说现在，譬如说普发县基上，礼拜天行政院讲说违宪，那要送4县，然后结果后来又说要普发，可能会普发现金，他们转弯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对立的就是说他们当然是不是说这个一个契机要朝野和解？我不认为是啦，就是说现在对立的气氛，包括今天立法院的，包括为了一个机密的会议，然后又那边延上，所以我认为说朝野老实讲过去了。我们跑政治跑那么久，原先在大选后的隔1年，因为没有选举，本来朝野会说拼经济啊，譬如说通过更多的民生法案，可是依照目前的一个气氛，蓝归蓝，我觉得泾渭分明。到目前为止对立的气氛，我同意的确实越来越高。我先回应一下王一川那一件事情啊，我那一阵子会在讨论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何博文礼拜6下去南部救灾嘛，那他有一张照片其实是联合报的记者拍的，然后那个脸就是黑黑的，然后他下雨没有戴帽子，然后国民党的支持者或者是国民党的侧翼或者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开始说嘛，你就是作秀嘛，你看为什么你脸黑黑的，然后故意去这个水沟挖一挖抹在脸上吗？所以他才脸这么黑，所以才会有很多的网友把卢秀燕去勘灾，因为台中也有灾情，卢秀燕也去勘灾，把卢秀燕的照片拿出来做比较，而卢秀燕当时去救灾的照片，确实是没有像这个何博文这样子嘛，那人家就会觉得说，你明明下雨的状况底下，你怎么可以还这么玩妆？那我要讲的是说，
就这个女性来讲，每一个人的点不一样。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提出来，你在批评的人就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如果我有冒犯的那种，我很抱歉。但是我觉得像明贤哥刚刚讲的，就是说啊，我那一天我就很不舒服，但我没有讲啦，我只是通告费捐出去啊，通告费你也是领了才捐嘛，对不对？但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不舒服，你身为政治人物，应该要勇敢的告诉大家，我应该要当场说不。但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真的不舒服，你身为政治人物，应该要勇敢的告诉大家，我应该要当场说不。你如果觉得那样子的批评已经冒犯了你的时候，其实你就勇敢说不嘛。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批评，当然。像明玉姐其实认为说，其实在讨论那个粉底液粉底液的那个事情，因为网友是把卢秀燕自己补妆的那个化妆包里面所有的东西拿出来表演给网友看，也不是表演给网友看啦，就是秀给网友看，说她自己怎么补妆，然后网友把那个粉底液把它拿出来说，你是不是用的这个粉底液，所以你在看灾的过程当中。妆容才会那么好那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让大家不舒服的嬉笑？我觉得如果卢秀燕当事人她真的提出她不舒服的话，我觉得当然王一川也许可以跟他表示一下歉意，但是如果他也觉得说没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互相讨论的啦。OK， 今天在大家现在大概都已经忽略。柯文哲的案子还一路在往下走。其实你如果照时间算的话，柯文哲主席羁押的时间，有很多人在判断说，可能也不会再羁押得太久，因为大概交互诘问，大概也已经诘问到差不多。那最近只是今天有一则新闻突然蹦了出来，来一中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媒体上我看媒体上的是写说柯文哲大暴走，对，为什么大暴走？不，他就问检察官说我有没有贪污嘛。就问他嘛，看起来像是会贪污的人吗？然后检察官就说点头，检察官没有回他，但是就点头，然后他就俩拱，他就骂了脏话，然后就摔水瓶，这样在那个庭上就大暴走。然后当然后来地检署有发函呢，就是说按照法官法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柯文哲的情绪最近真的波动很大，就是说因为一方面是他可能刚好也生日嘛，8月6号是他的生日，然后外面很多小草帮他祝寿，然后他太太也发了很多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可能就阿北好像就出不来了啊，然后就那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他最近情绪，那因为柯文哲虽然他现在应该是羁押经济，但是严靠点息嘛，所以大概外面的动态他大概都有掌握，包括他太太po脸书什么他都应该有掌握，所以我觉得他情绪是大的。OK。但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以一个司法策略来讲我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好像不是很希望柯文哲出来。他们是谁？就包括他的律师啊，跟他们这些人啊，就是因为柯文哲现在应该是要争取交保，在策略上，对啊，虽然橘子应该也会希望，虽然橘子一直没有办法回来，但是其实如果证人交互结论都差不多了，然后其实他还是可以争取交保，而且他也挂保证说我绝对不会逃亡嘛，那反正你可以扣我电子缴，反正就是我觉得技术上都可以处理嘛。那他应该现在的策略应该是要去争取，他的律师应该是要帮柯文哲先争取交保，你人先出来再说嘛。你要暴走，你被俩公，你现在对着检察官暴走，在法官面前那边暴怒，你觉得法官、检察官会让他出来吗？他们会说我是一个很什么的人吗？你在我面前丢水瓶，我还让你出来，让我是很那个吗？所以他这个行为就摆明他就是没办法再继续让他出来。原本就算人家有打算让他交保，现在也不可能交。所以我说他的律师那个策略很不正常。那他们到底是不是？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在欺骗阿北啊？是不是希望阿北就一直留在里面，不要出来算了？不会啦，律师一定会希望能够尽量。那我如果是律师，我就说我们现在，我就会跟柯文哲讲说，我们就忍一忍，先熬过这一关，吞论。那等到真的有交保出来以后，你要怎么样再说嘛？那现在变成是，所以我说他们策略让我看不懂啊。那尤其柯文哲如果出来的话，民众党更麻烦啊。你说两颗太阳的意思吗？那个太阳原本的那个黄国昌太阳，现在他要面临2年条款。现在民众党开始要他们那个党庆的时候，不是要处理2年条款吗？那到底是全部要换呢，还是不换呢，还是部分换？我看起来可能会部分换。对，我要
那因为黄昌最近在我们讲说从726这1亿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说蓝白合之间，尤其是黄国昌带民众党，我们可以这样讲吧，带民众党这一仗打得算是漂亮，算胜仗，对，算胜因为仗嘛，对不对？小草还去土城告捷哦，已经很久没看到告捷式。然后包括讲说柯文哲生日小草啦，什么什么，今天媒体上报道，柯文哲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小草也哭也这些，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些对于大家看到的时候，那总是会有一些的感受吧。对，重点就是今天的这个开庭被传达出来的场景，跟过去开庭有很大的差异。过去几乎都是小草说我们又赢了，没有任何真人都翻供，媒体反而琢磨比较少。可是今天的这一次开庭呢，特别是休息时间这一段，我们到现在已经看到非常多版本传达出来讯息。有些当然可能是媒体去问实际有参与开庭的小草，但是它巨细靡遗的程度老实说，我觉得要不连结到8月10号真的很难。我们先想一下8月10号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有个党庆，黄国昌还说我们是个柯文哲3评专区，让大家缅怀主席，这样有主席的一些什么要办个小图书馆啊，放了一些主席他的一些纪念品啊、纪念物品、随身物品什么的现场会有这样的东西啦。然后重点是之后下午的党代表大会要表决，其实大家看的小事情都不重要。2年条款要不要废？2年条款一开始废除声音比较大，为什么？比如像光晴姐的倡议嘛，然后跟那个李贞秀怎么吵得乱七八糟，然后小草也在站。但最近几天局面是不是有点改变？我们陆陆续续看到有非常多，包括陈有出来说他反对废除，黄珊珊说备位立委准备好了，对，大家都开始释出消息，为什么？秦王军要秦的可不是黄国昌。柯文哲这一派的声音出来了，对，那我们私底下去问民众党的，就是如果要算党员票，废除2年条款的票够不够？因为他们提了4个案子，至少相关的，目前算起来，完全废除派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主持会议的主席。我们都还没讲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先讲主持会议的主席黄国昌，他现场要裁这4案要怎么并它是属于同一个东西嘛？是完全废除、暂缓，在柯文哲主席出来之前我们暂缓，还是怎么样？会有很多诠释的空间。黄国昌当天要决定并案，然而到底什么是柯文哲的意志？柯文哲的重要性有多高？谁能宣称继承了柯文哲的意志？这就可以转到今天的场景。今天柯文哲是在休息时间大爆气，这是不是有经过精心设计？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在过去开庭已经碰过检察官无数次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突然站起来说，我看起来像是会贪污的人吗？然后人家我起诉你，我当然要说你是，当然虽然休息时间可以不讲话，但他点个头，柯文哲接下来就有很多动作，然后现场对于每一个人物的场景描述了出来。黄国昌脸色凝重，陈佩琪在哭，甚至像之前那个什么解语花、黄信香都还有一趴。他都说什么黄信香到前面关心，还成高贵姿，描的什么高贵姿是我当兵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什么将枪学击左胸前那个清枪动作才会有的，描述的这么详细，他传达出的是什么样的情境？大家还是围绕在柯文哲主席的意志之下。这个大概是我们当然之后有没有停息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一个画面一出来，小草的情绪有没有撩拨起来？有。确实是有，小草今天又开始活跃了。当然，我们也发现到相关文章底下的这个触及全部都飙起来。所以是不是为了8月10号去抛出这样子的一个风向球，请大家来秦王？那我觉得是有诠释空间在。然而啦，当然后续还是要看，因为就是这个你主动抛出这个议题，人家一定也会去回应嘛。就是是不是真的柯文哲是完全没有证据就在那边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惜这个就是这些议题都没有办法厘清。但我认为接下来柯文哲可能会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动作态势包括像昨天钟小平的案子，因为很多人的诠释都是他被钟小平给炸了，就是和解了。可是和解了，现场场景是钟小平在里面说我出去会和解，他出来说我在里面道歉过了，所以到底是怎样就是陈佩琪今天也说要告嘛，所以显然他们一定会沿着司法线继续做延伸了。请教授来，你比较了解今天的那个爆气，媒体上面解读甚或好了，就那个一个字差那个字都出来了，这些就对柯文哲来讲的话，真的是已经不耐到这，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的状况？
因为今天早上出庭的是李德权，对，然后下午是黄珊珊，他是副秘书长的时候。对。那李德权其实要再帮大家回忆一下了，我认为就是说他在上一次开庭是那个杨志胜是督发局长，等于说李德权跟杨志胜这两个看起来都是对柯文哲比较不利的，因为杨志胜上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公开讲说，哦，所有的这个指令都是柯文哲下的嘛，对不对？啊，之前所有的这个签都是柯文哲签的啊，哈。好，那今天李德权他就是为什么要找他来，就是。李德权当时在那个公展的时候，他已经签，但是他要退回都发局的。他认为说，反正就是不符合这个法令规范啊，不符合都更啊，所以他要退回都发局。可是当时杨志胜跟他报告说，那个吴顺明啊在楼下等哦，那吴顺明就是应小薇的那个主任嘛，哈，他说吴顺明在楼下等，所以今天李德权出来作证，看起来是对柯文哲比较不利，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连2个对柯文哲不利的证人出来，那柯文哲整个大状况，而且是在休息时间，当时他的那个情境哈，是他在休息10分钟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俩起来了，他开始痛批检察官罗织罪名啦，逼死彭正生的太太啦哦，然后还开始讲差，然后还开始大骂赖清德，说我绝对不会投降，我绝对不会屈服啦哦，然后这时候就开始把资料就开始甩出去，然后甚至还把那个水杯丢向检察官，那个水都泼出来。对，我看了好几篇报道，都是这样子的描述。那当下呢，就那个律师就开始去安抚他了，就觉得说啊，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那个柯文哲看起来还是情绪蛮激动，所以才有后续刚刚议中讲的那一段，他就对着那个检察官讲说：“我看起来是会贪污的人吗？”检察官当然很尴尬，就跟他点点头，然后后来柯文哲就说：“你还给我笑，你还给我点头，你是林俊妍的小弟吗？”然后陈佩琪在旁边哭：“柯回来啦！”这样哦，我就觉得今天整个就像8点档这样子。后来那个柯文哲看起来还是情绪蛮激动，所以才有后续刚刚议中讲的那一段，他就对着那个检察官讲说：“我看起来是会贪污的人吗？”检察官当然很尴尬，就跟他点点头，然后后来柯文哲就说：“你还给我笑，你还给我点头，你是林俊妍的小弟吗？”然后陈佩琪在旁边哭：“柯回来啦！”这样哦，我就觉得今天整个就像8点档这样子，对，就很夸张。那后来当然那个法官审判长就觉得说啊，那你们这个要康荡，所以就等于就在休庭。那后来啦，我觉得审判长有这个。语重心长的讲一句话了哈，他说你们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让这个台湾的司法哈已经很脆弱了，不适合就是这样一再的批评啦。那好，那我的结论是说啊，就是说，当然柯文哲看起来，我刚刚也是跟那个杨明在讲了，就是说他可能已经真的关了快1年了哈，人都会觉得他今天柯文哲有讲几句话啦，他说你们好，他还是坚持自己无罪。那他说，那你还关我这么久哈？那再加上他昨天生日嘛，然后再加上我觉得钟小平给他增效这件事情啊，那看他这几天就整个我认为他情绪是非常的一个激动。可是我必须要讲啦，就是说大家在司法攻防，可是我觉得法官的那个心证还是蛮重要。虽然双方都有证据，你有证据，我也有证据嘛。那如果你要这样子表现，一直辱骂司法，或是一直对着检察官一直在骂他的话，我会觉得说对柯文哲不见得是有利啦。但杨明，有人的着眼点在除了司法这一块以外，刚才其实包括来宾有提到，当柯文哲如果要是真的交保出来，对民众党来讲未来的发展，有人用2颗太阳，有人用很多这样一些形容，你会怎么看？民众党永远只有1颗太阳，就是柯文哲。黄国昌不算，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民众党如果是太阳系，那1颗太阳就是柯文哲。OK，那黄国昌最多就是太阳的护卫使者。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民众党即便当今天这个黄国昌代理的主席，然后乃至于他选上新的主席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都可以发现他是言必称柯主席。就是说在柯文哲的这个体系里面，柯文哲的一举一动绝对是这个洞见观瞻，在他们这个群体里面。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刚刚很多媒体都讲说这个柯文哲丢水杯嘛，在那个报道里面，那我就分享这篇报道。我今天在脸书上面分享，你知道小草跑过来了，没有，他没有丢，你们怎么可以相信这些胡乱报道的？我跟你说，后来我听到庭内的是这样啦，
他生气嘛，那休息的时候生气，文件就是一甩嘛，就一堆东西都掉了，对，其中包括水杯嘛，那是掉了，对，就有掉了。但是你说是不是用丢的？可能也许现场形容的有一些比较夸张到什么，但是他们对这个就很，你说他们的反应，对我说那种支持者就会说没有，他们没有丢，然后谁跟你们这些不专业的媒体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小玉今天讲完以后，他回去以后，然后我又要被出征了，我被绑到土城去丢进去。可是我真的大家都把我对，但我必须说，所有媒体都这样写，甚至我有看到一家丢水瓶，对，水瓶，有哪来的？那个就夸张，那个就夸张。所以我必须这样讲了，就是说小草们对柯文哲的支持，那个已经叫信仰了，那个是叫信仰。而目前我还没有看到黄国昌有办法承接这么强大的信仰力量，所以一旦柯文哲主席如果他未来有机会交保的话，我认为民众党的权力是有可能在里面做一些所谓的质变，就是说现在虽然黄国昌是主席，但是只要因为你要发现，即便包括2年条款的议题，黄国昌都说他也是言必称柯主席，他是支持柯主席的态度。OK， 国内这么多的政治氛围，所有这些，但是你不可讳言了，两岸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大家在乎的重中之重的一块，包括川普的关税会对两岸之间，包括美中台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大家都会关心。那其中有一块，一中先请问一下，老共大家一直在观察一件事，他们最近包括北戴河的会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嘛。而且最近媒体有讲，他们在有一个大盛宴上面有7个上将都没有看到，这传达出什么讯息？对，最近中共，因为你知道中共每一年的所谓的北戴河过去的传统就是说，他们暑假的时候有点就是去避暑，到那个秦皇岛那边的北戴河去避暑。那可是过去中共的惯例是，这些高官去避暑，这些常委们去避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召开一些非正式的政治性的会议。可是因为习近平现在独大了嘛，已经把我需要给你什么跟你以前因为以前是集体领导，所以现在习近平时代变成北戴河就纯粹就是就一样是放暑假，现形势是这样。那所以惯例上来讲，这些高官会消失，所以就是去休息。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新闻就是说，中共高层启动北戴河暑休，然后由常委排名第5名的蔡奇代替习近平来慰问，他们找了50位那些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开会，然后由这个蔡奇他的地位就是除了是常委第5名以外，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就有点像是习近平的秘书啦，他就等于是派他的秘书来跟大家慰问。好，这个传递出来，那习近平没有露面，这些高官他们现在就是在休息的当中，所以这里面是这样。那去年的惯例是习近平消失了21天，后来才出来。那今年预计是可能会消失半个月，因为就是他们的暑假。所以这个权力更迭，所以有人在讨论说，会不会北戴河过后以后，会不会权力再更迭？不过，因为以去年的惯例，去年他消失21天，大家也觉得习近平是要被斗了，好啊，所以这个今年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要休息半个月。好，可是刚刚小哥提到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下面这一个，就是说解放军，因为他们要庆祝那个8·1解放军嘛，就是建军98周年，那7月31号他们就办了一个盛宴，就是一个晚宴。然后晚宴里面就大家会看主桌，那主桌呢，正常来讲，他们中共目前有19个上将，结果呢，这个主桌做到的上将呢，只有7个上将。有12个上将坐在主桌，然后有7个上将的不见，就没有这个传，然后那7个人就由其他人来补。那这里面就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它是解放军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会，因为它纪念8·1解放军，所以结果你上将里面竟然有7个不来。没的，那还呢？这主桌不见，然后就去查这7个里面呢，包括他这边有提到，军委副主席啦，然后武警部队司令员，就是一些很重要的。然后其中有3个呢是苗华的旧部，苗华就是他这边有提到有3个，就是说这7个上将里面有3个是前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的旧部，就苗华带上来。苗华何许人也？苗华就是今年被解除那个中央军委职位，那中共在这一届的军委里面有2个被解除军委的职位。你看在中共的那个军事里面能当到军事委员会就是最高的，习近平是军委会的主席嘛，那有2个是被拔掉，被那个人大直接拔掉，一个叫李尚福，就前国防部长，出事被拔掉，那另外一个就是苗华。苗华何许人也？苗华就是今年被解除那个中央军委职位。那
中共在这一届的军委里面有2个被解除军委的职。你看在中共的那个军事里面，能当到军事委员会就是最高的。习近平是军委会的主席嘛，那有2个是被拔掉，被那个人大直接拔掉。一个叫李尚福，就前国防部长，出事被拔掉。那另外一个就是苗华，苗华是整个政工体系，他做到政治部主任，等于是里面那个体系最大的。结果他在去年出事被停职调查，然后今年被中共的人大直接拔除他中央军委的职位。然后这个苗华带出来的3个上将，这一次也都消失。那当然，苗华其实是习近平的人呐，只是说他可能，也许他们，包括李尚福也是他的人啊。这是王毅也啦，但是因为可能涉及到他们，因为中共没有讲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被查，是因为情、因为色还是因为钱都不知道。但总之他显然是得罪了习近平，所以他的人现在就被拔掉。那现在外面就在传2边，就是说，那这些被消失的这7个上将呢，他们是习近平不希望他们出来，要清算，因为可能跟苗华有走在比较近也许还有涉及到一些贪渎，或者是会不会是另外一边解放军里面反习近平的军系，再出来要斗习近平。你要知道，中共是枪杆子出政权谁掌握军权，谁掌握天下。所以现在外界在盛传说，因为这个讯息透露出来，少了7个上将是非常的不寻常。所以到底是挺习的这一边站得比较大声，还是里面这些反习的将领出来要来逼？那目前我们不得而知。OK， 来，我想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美日安保大家都知道，然后韩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然后最近有人在讨论说，那对于我们来讲，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包括台美安保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状况，有可能会出现嘛？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战争跟以前不一样，尤其是无人机啦或者，所以才会有俄罗斯跟乌克兰前2天签一个停火协议，是空中停火协议，就飞弹无人机大家不要再搞了。那可是台海之间特殊的一些关系，所以包括无人机、无人载具，所有这些恐怕都非常重要。好，我们先来解释一下，最近有一个新闻，大家看到 Rubio 和韩国外长，Rubio 是美国国务卿，是美国外长啊，美国外长跟韩国外长先见面，他们特别带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就是说，美韩共同防御协定里面，美国要新增一个部分，就是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要纳入到韩国的这个协定里面去。怎么纳入？当然需要实际上的这个总统实际下来瞧，因为这个一定要总统喊的，不是外长的事情那样，因为涉及军事嘛哈。好。那这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过去韩国一直在抗拒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海峡有事的时候，你韩国部队应该怎么做？那现在美国要求说，我要把你的驻韩美军调走。那为什么？如果台湾海峡有事的话，你要允许我调走，那就会可能有违反这个原有的这个美韩的这个协防的这个相关的协定了，所以一定要经过一些修正。但川普会不会得寸进尺？就是说，那你把那个。就像美日安保一样，把这个台湾海峡有事也列入你的美韩共同防御协定，也就是你至少把个黄海、东海纳进来吧。一旦是这样要求的话，哇，这事情就变得完全不同的方向。那当然，这就是用再往李在明原来亲中立场稍微踩看看，看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刚刚提到了就无人机的操作，最近美国把一种无人艇这个宣布他要进驻那霸军港，因为他这个消息会出来，是因为美国的美日安保特别在冲绳部分有提到了，如果有新型武器要进驻冲绳的话，要告诉冲绳的政府，所以这个事情才爆出来。这个无人艇非常的小，大概才20公尺长，它跟海平面基本切齐，没有露在海平面上的部分。它的功能完全就是运输用，它会从冲绳的西端默默的运东西到东端。他们现在是做这种测试，这当然也是因应，就是如果陆地被攻击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无人船艇来进行作战。那与此同时呢，中共也发布了就是这个说穿了像狗的这个机器战狗他们也是一种无人机啦那这种陆战用的无人机，他们准备在对台作战的时候要大规模投入台湾的巷战。然而呢，这个美军绝大多数应用是在荒野、沙漠这些地形，并不是像用在巷战。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小时候都曾经迷过那些机器人的卡通啦，但实际上为什么做出来的战斗的武器通常没有脚呢？就是因为脚真的很不方便，因为卡通卡西会跌倒，断一只你就没办法跑，所以在沙漠中，这种狗可以充分的挑战地形，可是，在都市中呢，说穿了就跟乌俄战争一样，人家撒一张网，你可能就挂了。你脚缠住，你那要自己怎么走出来都是个问题。所以，这个到底实战上能不能产生效果，不知道。不过他们抛这个消息出来，显然就是你放一个消息，我就放一个消息，我们就来进行消息的对峙。OK， 在未来呢，国人大会关心的，除了我们国内整个政治氛围的环境以外，看来关税的问题，虽然今天川普讲了，包括半导体，然后100%，包括一些豁免一些条件。
面，但是真的从日本的例子到底真的怎么解释？生活对我们来讲，那个暂时性的20%，然后未来还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我们明天见，拜拜。